明日便是与无极圣地的生死决战。弟子虽万死不辞，但求师尊赐下绝世剑法，扬我凌霄宗神威。赐绝世剑法？我拿什么赐啊？我昨天才刚穿越过来，别说绝世剑法了，我连村口那只大白鹅都打不过，好吗？本系统提供顶级视觉特效包：金龙、金莲、紫气，纯装饰，零杀伤。看着闪瞎人眼，装模作样，天下无敌。可藏经阁里连张带字的纸都被老鼠啃干净了，我拿什么教啊？师尊，可是弟子资质愚钝，不配学无上大道。痴儿，今天若忽悠不过去，明天这傻徒弟就得被打成筛子，我这假宗主也得陪葬。拼了！9年义务教育，赐予我力量吧！叶凡，你可知何为剑？剑乃百兵之君，宁折不弯。稳住，气势不能倒。此乃横轴，代表世间万物的宽度；此乃纵轴，代表世间万物的高度；此乃深渊轴，代表无尽空间的深度。世人皆练有形之剑，却不知天地万物皆在这点线面之中。这便是绝对空间坐标。只要你能找到敌人所在的那个点，无论相隔千山万水，一剑地出，无视距离，皆可斩之。完了完了，3维坐标器都整出来了，这小子要是没疯，肯定能看出我是个骗子。横轴、纵轴、深渊轴，3维空间锁定坐标。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师尊的意思是，只要将剑意化为坐标系，便能将敌人所在的虚空直接切割。不是你明白什么了？那就是个初中数学图啊！什么护体罡气，什么绝世身法，在空间降维打击面前，全是虚妄。空间坐标锁定，横轴封锁，纵轴穿刺，深渊轴斩！恭喜宿主，大徒弟叶凡通过您的指点，成功领悟无上神通大虚空切割术，触发万倍返还机制。恭喜宿主，您的修为已自动提升至剑道宗师境。我能清晰感觉到周围100米内的空气、灰尘，只要一个念头，都能化作最锋利的无形剑气。师尊，多谢师尊传授无上大道，明日决战，弟子定用这3维空间剑法，扬我凌霄宗神威。勉强入门，切勿焦躁，去后山好生稳固境界吧。天哪，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初中数学图你也能领悟出大虚空切割术？牛顿和迪提尔的棺材板都要压不住了！一宿没睡，满脑子都是这俩老爷子。凌霄宗的人听着，今日便是我无极圣地接收此山头的日子。顾长生，还不速速滚出来跪应本长老！那凌霄宗老宗主半个月前走火入魔暴毙，如今只剩下一个毫无修为的凡人新宗主，外加2个脑子不太正常的徒弟。今天这块风水宝地，本长老拿定了。这大道接连，紫气东来，这怎么可能？他不是个凡人吗？系统，
你这出场特效是不是给的太浮夸了点儿？我恐高啊，放我下去！扰人清梦。顾长生，你少在这里装神弄鬼！就算你用了什么障眼法，今日这凌霄宗也必须交出来，看我无极圣地绝学烈焰焚天斩！狗系统特效把我定在半空，根本动不了啊！完了，要熟了！放肆！区区萤火之光也敢在吾师尊面前卖弄，给我破！一个丹田破碎的废物，也敢来挡我的烈焰焚天斩！去死！空间坐标体建立完毕，目标锁定敌方武器灵力节点，看我纵轴穿刺！你刚才用了什么妖术？什么纵轴？纵轴是何等品别的法宝？为何能瞬间瓦解我的剑气？法宝，夏虫不可语冰，此乃我师尊传授的3维空间几何剑法。在绝对的坐标箱面前，你的一切攻击都不过是纸上的涂鸦。什么3维？什么几何？既然你们听不懂，那就用身体来感受吧。深渊轴降维打击，剥离。我的衣服！不，这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还不滚！再不滚，下一剑贴的就是你们的横着了。虽然我也不知道切横着会发生什么，但师尊教的词听起来就是霸气。快跑啊！凌霄宗的人都是怪物！可算落地了，差点被那火箭烤成叫花鸡。师尊，弟子幸不辱命。这几何剑法果然是直指大道本质的无上神功，仅仅一招纵轴穿刺，便破了金丹期的防御。稳住，绝对不能嚣张。凡儿，你只悟到了皮毛，真正的降维打击切开的不是衣服，是因果，你还差得远呢。是，弟子惭愧，定当继续钻研坐标系。那弟子先告退了。造孽啊！我就是随口胡编了一个数学名词，你不仅切了别人的剑气，你还给人理了个平头。这修仙界还能不能讲点科学了？师尊，我悟了，只要把氢和氧混合点燃，炼丹炉就能当炸弹用了。毁灭吧，我累了。师尊，你怎么了？嘘，二师弟，不可惊扰师尊。你仔细看师尊的神态，太丢人，还是先装死消化一下徒弟用炼丹炉造出炸弹这个恐怖事实。看到了吗？刚才那么恐怖的爆炸，足以摧毁半个山头，可师尊却连眼皮都没抬一下，这说明什么？说明师尊被震聋了。荒谬，说明师尊早已洞悉一切。师尊此刻看似昏迷，实则是元神出窍，进入传说中的大梦万古之境。他老人家正在更高维度的空间注视着我们，考验我们的定力。考验个大头鬼啊！我是被吓抽了好吗？你这脑补能力，不去说书真是屈才了。原来如此，师尊为了让我们独立成长，竟然用心良苦至此。我灵修发誓，绝不辜负师尊昨天传授的那篇名为《元素周期表》的无上丹诀。元素周期表，无上丹诀，我谢谢你啊。好狂暴的灵力biến动，好浓郁的丹香，这等天地异象，必是9品仙丹出世。凌霄宗这等破落户，竟然藏着如此重宝！那是硝烟味啊，大哥。半部化神期，我虽领悟了几何剑法，但修为太低，根本不足以跨越几个大境界对抗圣主。大师兄，你退后。师尊传我无上丹诀，今日便是我灵修用化学正道之时。
天上那个老头想抢我师尊的仙丹，先问过我手里的爆裂和平丹。区区一个炼气期的蝼蚁，拿个泥巴丸子也敢威胁本座？本座站在这里让你打，你若能破成本座的护体罡气，本座当场把这灵舟吃下去。好，这可是你说的。第7号元素氮，第8号元素阳，笑气合成，灵力催化，给我爆！就这。哎呦我的天哪，太好笑了！本座为什么这么想笑？师兄，你的鞋子穿反了！长老，你的假牙掉出来了！恭喜宿主，二徒弟林修通过您的指点，成功领悟化学大道，炼制出修仙界版生化武器，触发万倍返还机制。您的修为已自动提升至元婴期大圆满，正在为您加载配套出场特效真理天平。这力量又涨了。真理大道，这怎么可能？他到底是什么怪物？造孽啊！好好一个半步化神期的大佬，硬生生被笑气搞成了神经病。科学的尽头便是神明，尔等还不退下！退！快退！快开团！师尊神物，弟子终于明白了，炼丹不是为了吃，是为了炸。师尊传授的化学大道，才是世间最强的杀戮之术。不是，炼丹本来就是为了吃的呀。累了，毁灭吧。我真的只是个文科生啊。数学是叶凡自学的，化学是林修自悟的，我背的锅啊。师尊神翁盖世，弟子等定当刻苦钻研，光大门楣。不能再教数理化了，绝对不能再教理科了。大徒弟学了个初中坐标器，一剑击碎了虚空；二徒弟背了段元素周期表，硬生生把炼丹炉改造成了生化笑气炸弹。这俩活宝的杀伤力实在太恐怖了，我必须教有点绝对安全、跟打打杀杀毫无关系的生活常识，好好洗涤一下这个宗门暴躁的风声。哼！让开，快让开，站不住了！师尊，此人似乎是东皇神剑山庄的三少爷苏白。听闻他天生剑心通明，却患有极其严重的御剑眩晕症，每次御剑飞行必定坠机，被东皇修士戏称为航空灾难。前辈，晚辈苏白自幼肯修御剑耍，可这飞剑他就是不听使唤啊！求前辈收晚辈为徒，指点迷津，晚辈不想再当东皇的笑柄了。指点御剑耍？我连自行车都骑不明白，我怎么教你御剑飞行啊？检测到绝佳修仙苗子，剑心变异体，请宿主尽快收徒并传授功法，触发万倍返还机制。今天必须硬着头皮上了，反正只要不教理科，教点交通规则，总归不会引发什么大爆炸吧。你的剑太快，你的心太急。御剑之术从来不在于灵力的粗暴灌注，而在于极其细腻的掌控。你连最基础的离合之境都未曾达到，谈何御剑成风？离合之境，求师尊教我。好，今日起，你便是我凌霄宗三弟子。为师今日便传你一套失传了100万年的上古玉器神诀。此诀分为4个阶段，今日先教你最基础的科目2。听好，御剑的第一步名为采离合，灵力输出不可过猛，
必须找到那个半联动的极限状态，让你的灵力在断与不断之间疯狂试探。半联动，断与不断之间，我明白了。师尊所说的离合，离即是超脱凡尘，合即是身剑合一，而这半联动，分明就是让我将精神力维持在阴阳交汇、生死明灭的太极之境啊！第二步，控制方向盘，不要死死盯着脚下，要看后视镜，也就是你的神识必须覆盖后方45度角。第三步，终极奥义，倒车入库，寻找空间节点，将飞剑极其精准地倒退滑入虚空缝隙，做到人剑隐匿，万法不侵。离合之境，半联动，阴阳交汇，倒车入库，空间节点锁定，空间漂移，倒退御剑，完美倒车入库。恭喜宿主，三徒弟苏白通过您的指点，成功领悟上古空间御剑术，觉醒无上神通，虚空漂移，绝对隐匿。触发万倍返还机制，您的修为已提升至化神期初期，正在为您加载配套震撼出场特效，法相天地大道装逼盘版。又来了，这次的力量比之前还要恐怖100倍。化神期，法相天地。科目2竟然真的能领悟虚空漂移，那明明就是驾校教练用来骂人的半联动啊！勉强入门，切记，这只是科目2，大道漫漫，以后还有更恐怖的科目300米加减档在等着你，切勿焦躁。是，弟子定当谨记师尊教诲，日夜苦练倒车入库，绝不懈怠。这修仙界真的是彻底没救了。这才是修仙的正确打开方式嘛！打打杀杀多伤和气，安安静静当个咸鱼宗主不好吗？整个凌霄宗，活脱脱就是个大型废品回收站。我这轻微洁癖真是忍不了了。叶凡、林修、苏白，都给我滚过来！师尊，可是有强敌来，弟子这就用纵轴穿刺去切了他们的老巢。师尊，要炸哪里您说话。弟子的硝酸甘油爆裂丹已经饥渴难耐了。师尊，弟子这就去把飞剑倒车入库，碾碎他们。把剑收起来，把丹炉放下，看看咱们宗门破成什么样了。今天没有强敌，今天的任务只有一个：全宗大扫除，把杂草拔了，把灰尘扫了，把山那些破烂给我清理干净。大扫除，师尊此举必有深意。这看似是扫地，实则是考验我们对自身大道的掌控力。这是入世修心啊！大师兄言之有理，弟子领命。孺子可教，终于能干点正常人干的事了。X 轴锁定地面，Y 轴封锁草根，Z 轴平面切割。大师兄好剑法，看我的！孙立孙呀，强效氧化，去污去渍，给我静！我的古朴广场变成刘备场了。半联动，虚空漂移 ，S 型走位。我只是想让你们扫个地呀，用空间切割术拔草，用化学漂白膏洗地砖，用御剑漂移当洒水车。你们这群败家玩意儿，用核武器打蚊子，是不是显得你们很幽默啊？师尊，宗门已清理完毕，请师尊验收。地是扫干净了，但这堆破烂，你们打算怎么处理？回师尊，历代宗主都是直接用3丝真火将其焚毁。愚蠢！世间万物皆有其归属，胡乱焚烧只会污染天地灵气。今日为师便传授你们一套直指宇宙本源的无上法则——万物归类4象诀。第一类名为可回收，如这些废弃飞剑、玄铁残片，它们虽失了灵性，
但本源未灭，回炉重造，尚能涅槃，归于蓝环。第二类，名为有害，如这些沾染了煞气的魔修自卷、毒丹残渣，它们有违天和，侵蚀大道，必须单独封存，以免涂炭生灵。第三类，名为尸，如这些枯萎的灵草、灵兽的残骸，尘归尘，土归土，它们将化作滋养大地养分，反哺自然，归于绿环。第四类，名为干，那些毫无用处、无法转化的死物，方可投入烈火之中，彻底湮灭，归于灰环。终于交了点正常东西，心情舒畅。把世间万物强行划分为4种本源，可回收是涅槃重生，有害是封印镇压，湿是反哺天地，干是彻底湮灭。这根本不是什么清理杂物，这是在划分6道轮回啊！师尊是在教我们如何执掌宇宙万物的生死、涅槃与消灭的终极法则啊！恭喜宿主，3名徒弟同时通过您的指点，成功领悟现代垃圾发分类理论，觉醒无上天地法则，4项轮回，万物归虚数，触发3连万倍暴击返还机制。您的修为已提升至炼虚期大圆满，正在为您加载配套终极震撼出场特效：法相天地6道轮回盘无尽深渊版。轮回现世，那位大能要重塑天地法则了。垃圾分类竟然变成了6道轮回，我真的只是想让你们把垃圾放进对应的桶里啊！累了，赶紧毁灭吧！这修仙界真的1秒钟都待不下去了！这帮逆徒的脑补能力简直比天劫还恐怖。好在今天宗门已经打扫得一尘不染，应该不会再出幺蛾子了。只要我不说话，他们就没法吓我。吾乃9天10地8荒6合之主太古仙帝。100万年前，吾遭奸人暗算，被封印于无尽虚空深处。如今封印松动动，吾只需3000极品灵石，便可重塑仙躯，打破桎梏。有缘人，只要你将灵石投入此空间节点，待吾重返仙界，必封你为东荒之主，赐你长生不老，享无边造化。太古仙帝，长生不老，大师兄3师弟，这是天大的机缘啊！只要3000极品灵石就能换一个东荒之主，快把咱们宗门所有的家当都凑一凑，这可是仙帝的承诺，绝对是一本万利的买卖。我当是什么上古大力降临呢？这不就是前世极其经典的我是秦始皇威我50的电信诈骗吗？堂堂修仙界大能满地走的地方，骗子的套路竟然如此古老且不劣。更崩溃的是，我这3个领悟了降维打击的绝世天才徒弟，竟然对这种诈骗套路深信不疑，上赶着去给人家送钱。哼！都给我住手！师尊，这可是太古仙帝的求救，机不可失啊！愚蠢至极！你们真没长脑子！一个能统御9天10地的太古仙帝，会差这区3000极品灵石？他要是真有重返仙界的本事，直接撕裂虚空出来不就行了？还用得着给你们发这种群发性质的传音符？可是师尊，那声音中蕴含的大道威压做不得假啊！威压？那叫音频合成加灵力伪装。这群没见过世面的家伙，看来得给他们补上一堂防诈骗必修课了。今日，为师炼传授你们一套行走修仙界、保住身家性命的无上心法——反诈中心防御大阵。此阵的核心奥义只有9个字：不听、不信、不转灵石。但凡是自称仙帝借钱的，说你中了天道大奖的，甚至说你天劫相至需要花钱消灾的，全都是虚空诈骗。他们利用传音符构建的，根本不是什么求救通道，而是窃取你们气运和财物的钓鱼阵法。虚空诈骗，窃取气运，钓鱼阵法。我懂了。我彻底懂了，师尊所说的诈骗，指的根本不是骗取灵石那么简单，对方是在用虚假的因果来钓我们的无上气运。这蓝色的盾牌，名为反诈，实则是斩断一切虚妄因果，反弹一切邪恶窥探的绝对因果防御壁垒。不听不信，不转灵指，师尊这是在教我们，面对这种跨越空间的因果掠夺，我们不仅要防御，还要用科学手段反向追踪，炸了他的老巢。既然他敢留下空间节点，那我就用倒车入库之法，顺着他的节点倒退回去，把他的气运全都吸干。
其实拉黑就行了。反照防御，因果斩断，空间节点反向锁定，道上西。哈哈，化学木马，顺网线过去吧。嘿嘿，这太古献帝求救的套路真是屡试不爽。刚才感应到东荒有几个傻子上钩了，马上就有3000极品灵石入账了。啊！这是什么级别的防御法则？这是什么毒？不！本魔的家底，快停下！师尊神机妙算，反诈大阵一出，不仅斩断了敌人的因果，还反向洗夺了对方的宝库。师尊的智慧简直与天道齐高。丁，恭喜宿主，3名徒弟完美领悟并融合现代反诈意识，反向追踪技术与木马植入，成功端掉跨域诈骗团伙，对修仙诈骗体系造成终极降维打击，触发10万倍暴击返还机制。恭喜宿主，您的修为已提升至合体期初期，正在为您加载配套终极防御出场特效。法象天地，国家级绝对防火墙版。我明明只是教他们下载个反诈 app， 怎么一不小心把对方的服务器都给黑了，还把钱全转过来了啊？这修仙界还能不能讲点基本法了？有钱，有修为，还有绝对防御。这才是修仙界的神仙日子啊！这笔横财足够咱们凌霄宗躺平吃上1万年了。是天道金盘，是天地因果清算。凌霄宗那帮怪物肯定是用妖术掠夺了太多财富，打破了天玄界灵气神灵，这是要强行收缴因果税了。不交出99%的家底，整个宗门都会被因果业火烧成灰烬。什么？咱们总共才弄来3000块极品灵石，他一口气就要收到2990块，这跟明抢有什么区别？师尊，这天道欺人太甚，弟子这就去切了这只蛤蟆。税率高达99.几%，你这只死蛤蟆比万恶的资本家还要黑心啊！我凭本事反诈价赚来的钱，凭什么交给你？好，跟本座算账是吧？叶凡、凌修、苏白，都给我过来！今日为师便传授你们一套行走诸天万界、保住宗门资产的无上大道——现代企业财务做账与合理避税大法。所谓天道因果，不过就是资产负债表。他说我们赚了，我们就得认吗？错，我们要把利润做平，甚至做成负数。第一步，资产转移，开辟离岸账户。苏白，用你的虚空倒车入库之术，立刻在凌霄宗外开辟10个隐秘的附属虚空节点，将这些灵石化整为零，全部转移进去。这在财务上叫设立海外皮包公司，天道根本查不到这笔钱的归属。第二步，制造巨额亏损。灵修，把宗门里那些不值钱的废丹烂草药，全部用最极端的化学反应炸掉，声势弄得越大越好。这叫资产折旧与报废损失，懂吗？第三步，慈善抵税，因果对冲。叶凡，你拿着账本去跟那只蛤蟆对账，告诉他，我们凌霄宗为了维护东荒的灵气和平，每天要消耗多少阵法维护费、弟子精神损失费，我们要把账面做成亏损10万灵石。本座负责清算天地因果100万年，从来只见过暴力抗税被劈死的，或者乖乖交钱保命的。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要在我面前做假账。我明白了，师尊所说的皮包公司，分明是偷天换日、瞒天过海的无上空间折叠之术，虚空剪断因果关联，制造亏损，资产报废。师尊这是在将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用毁灭的表象去启蒙天道探查的感知。虚空倒档，资产转移。此银虽纳，剧烈氧化，保费损失。
天道金蝉，请看账单。我凌霄宗今日遭受不明化学爆炸，宗门建筑损毁折合灵石5万，弟子精神受到撞伤，医药费折合灵石3万。刚才那笔红财早已用于填补虚空裂缝，全部消耗殆尽。综上所述，我凌霄宗不仅没有破坏天地平衡，反而为了拯救东荒，倒亏了10万极品灵石，请天道予以补贴退税。这不可能，这不可能！啊！师尊神机妙算，智计通天，竟然能把天道算的破产凸显。师尊的财务大道，才是这宇宙间最恐怖的法则啊！丁，恭喜宿主，3名泥徒弟完美领悟现代财务做账与合理避税，成功做空天道因果，对修仙界天机清算体系造成终极降维打击，触发100万倍暴击返还机制。恭喜宿主，您的修为已提升至大成期初期，距离飞升仅1步之遥，正在为您加载配套终极暴富出场特效，法相天地纯金财神点石成金版。我明明只是不想交税，交了点避税常识啊，怎么一不小心把天道给薅破产了？这修仙界的天道脑子是不是缺根弦啊？算了，跟这群脑补乖较什么劲呢？天道破不破产关我什么事？反正是他自己非要把钱吐出来的，只要我不尴尬，破产的就是他。我现在可是这方天地最有钱、最能打的男人，我还纠结个什么劲儿？大成期啊，这可是凡界的巅峰哦！有这等修为，加上这满院子的极品灵石，我完全可以在这东荒横着走，舒舒服服的当个退休老干部了。下界修士顾长生，尔之修为已达大成，触动飞升法则。本仙使奉天地之命，特来接引尔入仙界，还不速速跪下谢恩，献上尔之本命法宝与全宗底蕴。本仙使心情若好，可保举尔在仙界天庭，做一个扫地劈柴的下等仙丁，赐你长生。让师尊这等能把天道算破产的通天人物，去仙界当一个扫地的杂役，还要上交全宗底蕴，这简直是对真理的极致亵渎！飞升，去仙界给你们当扫地杂役。我在这下界，天天有人磕头，出门自带满级特效，不用交税还有钱拿。我疯了才去仙界从头开始卷。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这辈子都不可能去仙界打工的，必须把这场面试给搅黄了。你就是仙界派来的招聘？哼，你还是接引专员？放肆！下界蝼蚁，竟敢直视本仙使，还不速速跪下！这怎么可能？下界的修士怎么可能无视仙气压制？少废话！既然是你们仙界天庭来招人，那咱们就把待遇说清楚。第一，你们天庭包5险1金吗？医疗险保不保雷劫劈伤？养老险够不够我活个10万年？5什么金？修仙者本就逆天而行，生死有命，何来保险一说？连最基本的员工保障都没有，妥妥的黑心作坊。第二，工作时间怎么算？有没有双休？法定节假日放几天？如果是996或者007，加班费是按1.5倍还是3倍的仙刀发放？双休？仙界1天，地下1年。我等仙人为了参悟大道，闭关一次便是千年万年，谁敢休息？加班费又是何物？不给加班费还强制闭关1000年，你们仙帝比资本家还要狠啊！这是纯纯的压榨员工剩余价值。第三，薪资构成是什么？底薪多少仙石？绩效 KPI 怎么定？年底有没有期权分红？别跟我扯什么位列仙幡长生不老，我不吃画大饼这一套，我只看实际到手待遇。画大榜 KPI 底薪，我当了10万年接引使者，见过痛哭流涕求飞升的，见过拼死拼活献法宝的，但从没见过一个下界修士敢拿着一张破纸，对着仙界天规如此疯狂的挑刺。
你真是大逆不道！仙界乃是无上清净之地，岂容你用这些市侩之语来衡量？清净之地，说白了就是没钱没福利的皮包公司呗。五险一金，双修，拒绝大病。我明白了，师尊这是在教导我们，修仙绝不能盲目服从上界的压榨。仙界又如何？若不能给足修仙资源，若不能保证道心通明，那这仙不修也罢。大师兄说的对，师尊这是在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仙界的不公法则啊！师尊的境界早已超脱了仙帝，他是在为我们所有下界修士制定一部保护权益的修仙界劳动守则啊！打倒仙界剥削，拥护师尊制定新天规。怎么又给我上强度？不行，气势不能倒。回去告诉你们先帝，你们天庭这家公司福利太差，管理混乱，毫无企业文化可言。本座拒绝入职。另外，你作为公司的接引专员，业务能力极差，态度傲慢，严重影响了仙界的品牌形象。你的试用期考核不合格，走你！丁，恭喜宿主，3名徒弟完美领悟现代劳动法与拒绝内卷，成功反抗仙界剥削，对修仙界飞升体系造成终极降维打击，触发100万倍暴击返还机制。恭喜宿主，您的修为已提升至地仙境，已超越凡界极限，随时可肉身成圣。正在为您加载配套终极霸总出场特效，法相天地，万界总裁，规则缔造者版。打倒剥削，打倒剥削！我明明只是不想去仙界当杂役啊，怎么一不小心把这几个徒弟带成了反抗天庭的起义军了？这要是献帝听到了，还不带兵下来把我给绞了？算算时间，接引使者应该已经到了。那下界小修能引中点天地镜像，倒是个干苦力的好苗子。刚好天庭的御马院还缺个产马粪的杂役，赐他个半仙之体，也算他祖上积德了。爱卿，你这是怎么搞的？难道在下界通道遇到了极其罕见的虚空风暴，还是碰上了上古遗留的混沌凶兽？陛下，没有虚空风暴，也没有混沌凶兽，是那个顾长生，是那个刚突破大层期的下界修士把微臣打成这样的。什么？区区一个下界蝼蚁，竟敢殴打天庭特使，拒绝招安！他好大的胆子！他凭什么？陛下，那顾长生不仅不跪，还极其嚣张地拿出一张纸质问回臣。他问咱们天庭有没有五险一金，给不给加班费，还说如果不保证双修，他绝对不来。最后他还嫌弃微臣态度不好，直接一脚把微臣踹了回来，还把仙门给摔上了。五险一金，双修，加班费。这都是些什么狗屁不通的乡野黑语？他一个下界土鳖，也敢跟本地提条件？传雷部正神，点齐10万天兵，给本地下界拿人！陛下且慢，微臣方才用天机盘推演这几个词语，发现这根本不是什么乡野黑语，而是极其古老恶毒的诅咒与威胁呀！所谓无限，乃是指太古时代的5大灭世天险，一金则是指镇压咱们天庭气运的鸿蒙仙金。那顾长生是在威胁咱们，如果不把天庭的鸿蒙仙金交给他，他就要沤爆5大灭世天险，水淹仙界啊！那双修呢？难道是某种双修之术？不，比那恐怖万倍！修灭也，双修指的是天地双修。他的意思是，如果不答应他的条件，他就要让这天与地同时消灭，重归混沌啊！至于加班费，加乃施加，班乃阵法班列，废乃废弃。他是在说要施加绝世大阵，将咱们天庭彻底废弃呀！荒谬！简直是滑天下之大小！天机啊天机，你真是越老越糊涂了。爷爷不过是个刚刚突破大成期的凡人，他拿什么引爆灭世天险？他拿什么让天地休灭？吹牛谁不会？本帝今日倒要看看这个大言不惭的狂徒究竟长了几个净胆子，取本帝的昊天镜来！哈哈哈哈哈哈！你们看，这就是你们口中那个要让天地休灭的大能，他竟然在下界玩泥巴、挖土坑，简直是个跳梁小丑！传本帝旨意，立刻点兵！
叮！警告！检测到仙界至宝昊天镜正在对宿主进行非法窥探，已自动激活宿主被动防御特效，职场霸总的反向凝视。你在偷看我？怪物！那个穿着古怪黑衣的迅影，只需要一个念头，就能把整个天庭从宇宙中彻底抹除。天机星君说的对。那根本不是什么乡野黑羽，那就是最后通牒啊！快开宝库，把朕珍藏的5件极品防御仙器拿出来，去后山把那条鸿蒙仙金矿脉连根拔起，全部给那位大能送下去当5险1金。告诉他，天庭全面推行双修，千万别让他废弃天庭啊！刚才好像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难道是打雷了？算了，不管了，赶紧挖防空洞要紧。天兵天将估计马上就要到了。下仙叩见顾前辈，先帝陛下已深刻反省，特送来5险1金，并承诺天庭全面实行双修，求前辈高抬贵手，给天庭一条活路吧。我随口扯的5险1金，他们竟然真的送了一座金山和5个法宝下来。我就是个刚到大冲期的新手啊，怎么连先帝都被我隔空吓尿了？先帝倒也算是个识时务的老板，这福利本座收了，回去告诉他，这防空洞，这地下大阵，本座就不继续挖了。原来这修仙界的尽头不是打打杀杀，而是职场反向背调啊！这防空洞不挖了，徒弟们，今天晚上吃火锅。有钱了，这破房子是该推倒重建了。堂堂大成期大能，天天住在漏雨的破庙里，传出去还以为我凌霄宗破产了呢。为师打算重塑凌霄宗的山门洞府，用这些仙金做建材，把咱们这破庙推了，建一座真正的高端府邸。中州寻龙一脉祖师，号称风水第一人的寻龙子，师尊，此人精通天下地脉走势，能一念成阵，翻山填海。暴殄天物，简直是暴殄天物！如此海量的不朽仙金，竟然被你们像废铜烂铁一样堆在广场上，连个最基础的聚灵风水阵都不布置，导致仙气大量外泄。你们这群东荒蛮夷根本不懂什么是洞天覆地。这仙金山，本祖师征用了，待本祖师将其炼化，布置成九龙锁天大阵，方能彰显此等神物之威。九龙锁天大阵，风水点穴。今日为师便教教你们，什么叫做真正跨越时代的建筑美学。第一步，干湿分离与除甲醛，我们要绝对的环保，不能有一丝杂气污染我们的居住环境，将水火灵气绝对隔离，把一切有害的阵法煞气全部净化排出。第二步，全屋智能，不要那些死板的阵眼，我要让整座建筑每一个角落都在微操的掌控之下，人走到哪里，哪里的灵气就自动调节到最舒适的温度。最后也是最核心的一步，公摊面积。我们自己的空间要大，但成本要让别人来承担。利用空间折叠，把周围那些没用的山头，甚至别人家洞府里的灵气空间强行剥夺过来，算作咱们凌霄宗的公摊。什么干湿分离，什么公摊面积，一派胡言，简直是胡言乱语。我悟了，我彻底悟了。师尊所说的公摊面积，分明是传说中的大虚空剥夺术，无视地脉阻碍，强行将天地的空间本源切割折叠，强加于敌人的身上，吸干他们的灵气池。
干湿分离，除甲醛。师尊这是在指导我进行物质的微观重组，把天地间的水火法则强行剥离，却又完美共存，把敌人的煞气当成有害物质甲醛，进行绝对的排斥与净化。全无智能，微操掌控，万物皆有灵。师尊是在教我用极其细腻的神识，去强行点化仙金，让这座建筑拥有自我意识，成为一尊活着的战争堡垒。虚空倒挡，神识点化，全无智能，起！四灵碎塔净化，干湿法则剥离，甲醛清除。这是什么邪术？虚空切割，强加公摊，给我吸！我的地脉之龙，你在干什么？此乃我凌霄宗的公摊面积，拿来吧你！师尊，新宗门已竣工，全屋智能已上线，公摊面积已拉满，请师尊入住。丁，恭喜宿主，3名徒弟完美领悟现代房产开发与公摊面积，成功剥夺敌方地脉，对修仙界风水阵法体系造成终极降维打击，触发100万倍暴击返还机制。恭喜宿主，您的修为已提升至地仙境初期，已超越凡界极限，随时可肉身神圣。正在为您加载配套终极奢华出场特效，法相天地万界包租公规则收割版。我明明只是想翻新一下房子，讲了点地产常识啊，怎么一不小心把人家的地脉巨龙给当成公摊卖面积给没收了？还有天上那个穿着大背心和人字拖的法相是个什么鬼啊？我堂堂地仙的壁阁全被这串钥匙给毁了。累了，毁灭吧！这修仙界真的一天都待不下去了。这才是生活，不用风餐露宿，不用担惊受怕。这智能家居一开，连呼吸都是一种无上的享受。白天那小子强行收缴公摊面积的霸道行径，早已惹怒了中州各大隐士大能，而本尊此刻的隐匿，哪怕合体期大能的神识扫过，也绝对察觉不到。本尊接了中州各大圣地的重金悬赏，今夜就是要取那顾长生的项上人头，夺回被抢走的地脉。哼，什么地仙大能，连个最基础的护宗预警大阵都不布置，简直是狂妄自大。本尊这虚空融影诀乃是上古秘术，能无视世间一切灵力阵法的颤场。别说大成期，就算是真仙的洞府，本尊也能来去自如。今夜，本尊便让你这所谓的别墅，变成你的坟墓。第一，人脸识别失败，警告：未录入访客，未检测未测确至门禁卡，判定为非法入侵者，安保系统已启动。什么人脸识别？什么访客？我的虚空融影诀明明已经把气息、灵力甚至因果都隐藏了，为什么这扇门会突然发出一道绿光，精准地锁定了我的脸？师尊果然神机妙算。师尊说，这齿智能门警系统乃是无上因果大阵，只要没有在这大门里录入过人脸数据的人，不管你用什么隐匿之术，在门警面前，通通都是裸奔的非法入侵者。荒谬！本尊的虚空融影诀乃是上古秘术，岂会被一扇破门看穿？给我死！启动小区物业安保预案 ，X 轴、Y 轴、Z 轴，红外线防盗网交叉封锁。这是什么剑阵？为何不用灵力催动？只要触碰就会触发空间切割。还没完呢！非法入侵必须抓拍留证，上报天道。化学镁粉燃烧，监控抓拍闪光灯，给我亮！啊！我的眼睛！好机会，违规人员请进保安亭。从门禁报警到刺客被抓，全程不到10个呼吸。
安保系统运行良好。人脸识别，红外线防盗网，监控抓拍。我苦修800年的隐匿之术，竟然连人家大门的一个绿色光框都骗不过去。这凌霄宗的护宗大真太不讲武德了，他根本不管你修为多高，隐逸多强，他只认脸啊！丁，恭喜宿主，3名徒弟完美领悟现代人脸识别门铲与小区物业安保，成功活捉顶级刺客，对修仙界暗杀隐匿体系造成终极降维打击，触发万倍暴击返还机制。恭喜宿主，您的修为已提升至地仙境中期，正在为您加载配套终极安全出场特效，法相天地，绝对防御，万界管理原版。原来如此，只要身处凌霄宗的范围内，本座就是唯一的权限拥有者。没有本座的人脸入入，哪怕是先帝来了，也会被瞬间判定为非法数据，强行拦截。本以为号称中州第一刺客的无影尊者能给本座的安保系统找点漏洞出来，没想到竟然连个最基础的门禁系统都破不开。这修仙界的刺客业务能力真是太厚了，一点挑战性都没有。师尊的境界果然已经到了视天下群雄为无物的地步。叶凡，弟子在。把这刺客的修为封了，带到地下室去。咱们别墅的全屋智能耗业量挺大的，让他去地下室采动感单车给别墅人工发电，不采满1万年，不准他遵命。这无敌的日子真是朴实无华且枯燥啊！才，本尊堂堂中州第一刺客，如今只能给别墅发电。温度适宜，灯光完美，连安保系统都极其可靠。可惜啊，这修仙界什么都好，就是没有网络。作为一个现代人，断网的痛苦简直比渡劫还要难受。叶凡，林修，弟子在。咱们这别墅虽然硬件已经天下无敌，但还缺少了一样沟通万界的灵魂。去，用剩下的不朽仙金，在屋顶铸造一个长方形的金属盒，并在其上竖起6根直插云霄的金属柱，将地脉灵力接入其中。师尊，此为何物？此乃万维凌波枢纽，简称路由器。只要它一开，便能释放出一种名为 WiFi 的无形力场，覆盖整个东荒。WiFi， 万维凌波枢纽覆盖东荒的无形力场，我懂了。师尊这是要建立一个庞大无比的全知智能精神网络，只要在这力场之内，万事万物的信息都将汇聚于师尊的识海。这 WiFi 分明是万物互联法则的至高体现。大师兄说的对，6根金属柱代表着6合8荒的绝对掌控。师尊要用这 WiFi 将整个东荒的灵气变动全部数据化，这是何等宏大的创世首举！这下舒坦了，总算通网了。吾乃深渊梦魔，沉睡100万年，今日重临世间。东荒的蝼蚁们，放开你们的识海，倾听本魔的无上魔音，顺从深渊的意志，化作本魔的傀儡吧。这 WiFi 竟是如此纯粹的精神波动，本魔正好顺着这信号入侵进去。师尊当心，这是上古梦魔的群体洗脑魔音，他顺着咱们的 WiFi 信号渗透进来了。大清早的，刚连上网就给我弹这种低俗的垃圾弹窗广告，而且居然还敢蹭我的 WiFi。叶凡，打开路由器的后台管理面板，查一下设备列表，把这个强行蹭网的未知设备给我揪出来。禀报师尊，已锁定该非法入侵的精神波端，对方正在疯狂占用咱们的频道。好，第一步给他开启智能限速，把他的上行光路和下行光死死地卡在2G 网络的速度，让他知道蹭别人家网是要付出代价的。弟子领命，带宽限制，10字节每秒，降维打压。顺从深渊的意志。这是怎么回
回事？我的精神力不仅无法扩散，甚至连收都收不回来了。什么网络延迟？本魔的洗脑大法为何施展不出来了？这魔头是不是脑子不太好使啊？他的法术怎么卡住了？这还洗个屁的脑啊！看着都替他着急。很好，接下来第二步，把他拉入黑名单，彻底剔除网络连接，然后修改 WiFi 密码。遵命。MAC 地址拉黑，密码重置。我感觉到自己与这方天地的大道联系被一股极其霸道、完全不讲道理的规则瞬间且永久的切断了。不！为什么我连不上天道了？你到底改了什么密码？在现代网民面前玩网络入侵，你连管理员密码都不知道，拿什么跟我斗？丁，恭喜宿主，您的徒弟完美领悟现代 WiFi 网络管理与防测网技术，成功将上古魔尊限速并踢出群聊，对修仙界精神洗脑体系造成终极降维打击。触发万倍暴击返还机制，您的修为已提升至地仙境后期，正在为您加载配套终极赛博出场特效，法相天地万界信号塔满格 WiFi 霸主版。只要身处这信号覆盖的范围内，本座就是唯一的网络霸主。谁敢不服，一个念头就能让他体验到什么叫断网的绝望。叶凡，去通知东荒各大圣系，告诉他们，从今天起，凌霄宗提供全东荒无死角 WiFi 覆盖服务，包月99块极品灵石，不交网费的，以后就别想在东荒用神识传音了。师尊竟要将整个东荒的神识传音都纳入掌控，还要收取网费，这是何等霸道的规则垄断！师尊的境界早已超脱了武力，进入了掌控万界规则的至高层次。交网费，赶紧交！99块极品灵石而已，总比被断网魂飞魄散。这 WiFi 一开，整个东荒的灵气变动都在我的后台监控之下，这才是真正的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禀报师尊，昨日您下令收取 WiFi 包月网费，东荒大部分宗门都乖乖交了灵石，但以太初圣地为首的几个古老传承，不仅拒不消费，还联合起来抗议，说咱们凌霄宗是敲诈勒索。哦，他们断网了，不用神识传心了。师尊神机妙算，太初圣地为了对抗咱们的 WiFi 法则，竟然不惜耗费底蕴，唤醒了沉睡百万年的远古阵法宗师万里老祖。这位老祖此刻正在太初圣地的上空布置上古失传的大音回响通天阵，企图绕开咱们的信号，建立一个全东荒免费的精神传音网络。免费的往往才是最贵的。叶凡，既然他们想用免费的信道，那就给他们开放免费权限。不过在咱们的后台系统里，给所有未交费的非 VIP 用户打上一个特殊标签，开启流氓探矿广告与强制观看模式。流氓探矿，流氓汤，强制观看。我懂了，师尊这是要在他们的精神石宝中强行植入不可名状的大道幻想，让他们在虚妄中迷失，道心崩溃。此命并不血刃的诛心之术。去办吧。万里老祖神威！只要这大音回响通天阵一成，咱们就能彻底摆脱凌霄宗的 WiFi 霸权，实现传音自由了。区一个凌霄宗也敢垄断天地传音法则，简直是蚍蜉撼树。尔等且看本祖师如何贯通这天地桥梁，通天大阵连接万界，给老夫起！想要修为长得快，就吃灵修牌爆裂丹，一口提神醒脑，2口举霞飞升。现在下单买1送1，只要998块下品灵石，爆裂丹带回家。灵修牌爆裂丹，一口90。这是什么妖术？灵修牌爆裂丹，提神醒脑，灵修牌爆裂丹，一口提神醒脑，2口举霞飞升。区唤醒，别敢阻我，给我碎！哼，破绽出现了。
为什么关不掉？为什么这个叉是假的？这到底是什么惨敲人寰的折磨法则呀？我交钱，我交网费，求求老祖把这幻象关了吧！老夫的尸骸要被广告撑爆了。免费的代价，你们承受不起。在真正的流氓软件面前，你们这些上古大能的精神力，简直纯洁的像一张白纸。叮，恭喜宿主，您的徒弟完美执行现代流氓弹坡广告与虚假关闭按钮策略，成功逼疯远古阵法宗师，对修仙界精神防御体系造成终极降维打击，触发100万倍暴击返还机制。恭喜宿主，您的修为已提升至地仙境后期半步天仙，正在为您加载配套终极尊贵出场特效，法相天地万界 SVP 纯金皇冠免广告版。只要身处这尊法相的笼罩之下，本座就是万界唯一的免广告至尊会员，万法不侵，万邪辟易。叶凡，去后台更新一下套餐，告诉他们，除了99块极品灵石的基础包月，再推出一个 SVP 尊享免广告会员，每月9990块极品灵石，不充值的，以后遇见飞行的时候，每飞10里地就强制让他们看60秒的插播广告。这才是修仙的终极形态，足不出户，收割万界。师尊，天庭竟然出尔反尔，先帝表面上送了咱们5险1金，背地里却派10万天兵摆下天罗地网大阵，这是要跟咱们鱼死网破呀！下界顾老祖，末将傲天奉先帝法旨，带10万天庭精锐下凡。天庭距离东荒太远 ，WiFi 信号只有1格啊！我们打虚空排位赛卡的根本放不出技能，全掉大段了。求老祖开恩，让我们在凌霄宗正上方蹭一下千兆宽带吧！我们保证不乱动，绝对按时交网费。闹了半天，这10万天兵气势汹汹的撕落虚空下凡，不是来打架的，是特意跑下来蹭网的重度网瘾患者啊！批准了，连吧。多谢老祖大恩大德！全军听令，就地盘膝，连接凌霄 WiFi 5G 片段，把刚才输掉的排位赛给本将狠狠地打回来！遵命。吵死了！叶凡，打开路由器后台。既然他们这么喜欢在网络里释放灵力，那就别浪费了，开启直播 PK 打赏转化功能，把他们溢出的灵力全部给我抽干。弟子领命。这。感谢20分整送出的超级大礼花，苹果界的诚心分享。这是什么吸星大法？本将的仙力为何变成了一个个叫嘉年华的幻象？我明白了，师尊这招直播打赏乃是传说中的因果能量转化大道，无视任何防御，强行将他们溢出的仙力转化为咱们宗门的气运热度。他们玩得越嗨，咱们赚得越多。既然用了咱们的免费宽带，贡献点运算容力当网费，也是合情合理的。哎呀，不知不觉这帮神仙已经连续在线超过3个时辰了，这可不行！连续高强度上网超过3小时极其伤肝，也不符合现代健康作息标准。叶凡，启动未成年过度修仙防沉迷系统。1. 健康修仙系统已启动，检测到您的在线时长已超过3小时。为保护您的身心健康，您的灵力账户已被强行锁定，正在执行强制下线程序。3、2、1。
断开连接。不，本将的排位赛马上就要赢了！修仙也得讲究劳逸结合，不懂得防沉迷的军队，终究只是一群网瘾少年罢了。叮，恭喜宿主，您的徒弟完美执行现代直播转化与防沉迷强制下潜系统，成功兵不血刃镇压10万网瘾厅，对修仙界精神网络体系造成终极降维打击，触发1000万倍暴击返还机制。恭喜宿主，您的修为已提升至天仙境初期，已与仙帝同阶，万界任我行。正在为您加载配套终极赛博出场特效，法相天地，全网唯一幻神榜一霸主版。只要身处这方天地，本座就是唯一的规则制定者。本座想让谁下线，谁就得乖乖做凡人。多谢顾前辈出手，治好了天庭大军的网瘾，前辈大恩，天庭永世难忘。叶凡，去把那些掉线的网瘾少年们都请进来。咱们地下室的动感单车还空着9万多台，既然他们精力这么旺盛，就让他们去给咱们的别墅采个1万年的免费人工发电，就当是戒网瘾的物理治疗了。我如今的修为已达天仙境初期，与仙帝平起平坐。按理说，这种级别的存在，早就该被天地法则强行排斥，飞升仙界了。飞升哪有在下界当万界霸主舒服？在这里，我有全屋智能，有免费的10万劳动力，还有一整条仙金矿脉。去了仙界，难道还要我亲自去收租吗？下界修士顾长生，修为已达天仙，严重超标，天道排斥机制已启动，降下飞升牵引雷劫，强制遣送上界。师尊，是天道亲自下场了，天道要强行驱逐师尊。这紫金雷劫蕴含着绝对的因果锁定，逃无可逃。大半夜的又来强制投窗，还有完没完了？我交了5险1金，办了减注证，凭什么强制遣送我？你们天道办事都不讲基本法的吗？好，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叶凡、林修、苏白，今日为师便传授你们一套行走诸天万界，让天道都得乖乖打工的无上法则。现代物流与外卖配送体系。所谓天道因果，不过就是信息的传递与物质的转移。他想用雷劫锁定我们，那我们就反向锁定他，给这些雷劫套上 GPS 精准定位，把他们变成我们凌霄宗的专属运力。第一步，接单与派送。苏白，用你的空间法则，将这些雷龙的轨迹强行截停，给他们规划出最优的派送路线。这叫智能算法派单。第二步，统一着装，使命必达。林修，用你的化学染色技术，把这些紫金色的雷龙全部给我染成显眼的黄色，给他们穿上外卖马甲。第三步，也是最核心的一步，超时赔付与差评机制。叶凡，你用神识构建评价系统，只要这天道雷劫敢劈偏1寸或者超时1秒，就直接给他打1星差评，扣除他的天道本源作为罚款。本座主宰宇宙无数个纪元，从来只见过在雷劫下灰飞烟灭的，或者拼死抵抗的，这还是第一次见到有人要把本座的灭世雷劫改造成送外卖的骑手。我明白了，师尊所说的智能派单，分明是逆转天机、重塑因果轨迹的无上空间操控术，让天劫按照我们的意志去批。统一着装，黄色马甲，师尊这是在教我用物质重组法则强行剥夺天劫的威严外衣，给天道套上屈辱的枷锁。大师兄，快建立差评机制，扣除天道本源。虚空倒档 ，GPS 定位，强行派单。化学染色，黄袍加身。天道骑手请注意，你已被我凌霄方派单，现在命令你立刻将这批废弃丹药送往10万里外的无极圣地垃圾场，限时1炷香。若敢超时或者态度恶劣，直接1星差评，扣除你1万年天道本源。
如果本座不送这趟外卖，本座真的会被扣除本源。师尊神机妙算，智计通天，竟然能把天道雷劫收编成外卖骑手。师尊的物流大道才是这宇宙间最恐怖的法则啊！恭喜宿主，3名徒弟完美领悟现代物流与外卖派送体系，成功收编天道雷劫，对修仙界天法体系造成终极降维打击，触发1000万倍暴击返还机制。恭喜宿主，您的修为已提升至天仙境后期，万界至强，随时可捏碎星辰。正在为您加载配套终极外在出场特效，法相天地，万界快递总站，差评抹杀版。外卖站长法相，挺好，很符合本座如今的身份。看到了吗，徒弟们？在这个时代，哪怕是天道，也得乖乖穿上黄马大，为咱们的 KPI 服务。从今天起，凌霄外卖接管万界因果，差评必杀，这才叫高效的物流体系。天道虽然古板，但稍加调教，执行力还是不错的。是鸿蒙道祖，那是先帝的师尊，创立了仙界初代天规的远古活华国，他老人家竟然被惊醒了！荒唐，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天道乃万物之主，岂容尔等下界蝼蚁如此折辱？今日老朽便要替天行道，抹除你这异术的因果。因果已定，生死难逃，给老夫灭！师尊，这是因果律层面的抹杀，一旦被锁定，就算逃到天涯海角，也会瞬间化为虚无。因果律武器，说白了不就是强制弹窗扣费吗？叶凡、林修、苏白，既然这位老人家喜欢玩强制锁定，那咱们就给他见识一下，什么叫做现代电商的终极魔法——社交裂变与砍一刀大战。社交裂变，砍一刀，我明白了，师尊所说的裂变，乃是传说中的无限因果分摊大法，将这致命的因果抹杀之力强行拆分成无数份，转移到他自己的社交关系网上。大师兄说的对，砍一刀就是要用极其微小的伤害去反向消耗他自身的本源，让他自己的人去砍断他自己的因果。拦截因果，生成链接，给他发过去。这是什么鬼东西？老朽的因果抹杀为何会停在半空中？为何还差0.1%？那个红色的方块是什么阵法？老人家，时代变了，想杀我可以啊，只要你按照提示拉几个人帮你点一下链接，这最后一点进度条走完，我当场灰飞烟灭。哼，装神弄鬼，老朽倒要看看你搞什么花样！徒儿，快用你的仙力帮朕做冲击一下这因果阵法！什么？先帝的全力一击竟然只砍了0.09%，还差0.01%！本族就不信这个邪！传老朽法旨，天庭10万天将，立刻给老朽注入灵力！哎呀，您现在只差帮您砍掉00001啦，距离抹除顾灵生只有1步之遥，千万不要放弃哦！根本不是什么防御阵法，这是一个永远也填不满的无底洞，是一个吞噬人心智的恐怖魔咒。为什么永远都差那么一点点？老朽不杀了，老朽放弃了，把老朽的因果本源还给我！抱歉啊，老人家，活动一旦开启，中途退出，之前投入的因果本源可是概不退还的哦。叮！恭喜宿主，您的徒弟完美执行现代电商社交裂变与砍一刀机制，
成功逼疯远古道祖，对修仙界因果定律造成终极降维打击，触发1亿倍暴击返还机制。您的修为已提升至仙王境初期，执掌一方宇宙法则，万界共尊。正在为您加载配套终极资本出场特效，法相天地，万界电商巨头，终极割韭菜版。叶凡，把这位道祖捞起来洗洗干净。咱们直播间的砍价福利群正缺个群主，让他每天拉10万人进群，拉不够数就不准吃饭。让一让，都让一让！集团的高管要入场了，看什么看？本地这可是带编制的高管，手里握着集团0.1%的原始股。等今天一敲钟，本地的身价就能买下3个天庭。快，把东荒那个 WiFi 包月费的账目再核对一遍，千万不能出差错，这可是咱们集团的现金牛业务。肃静！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宇宙投资人，凌霄集团跨界上市敲钟仪式即将开始，有请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顾长生先生闪亮登场。想当年，本座刚接手凌霄宗的时候，宗门里连只下蛋的母鸡都没有。那时候，别人修仙靠闭关，我们修仙靠数理化；别人打架靠法宝，我们打架靠二维码和流氓软件；别人面对天劫瑟瑟发抖，我们把天劫变成了外卖小哥。很多人问我，凌霄集团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今天，本座就告诉你们，秘诀就是永远不要被陈旧的规则束缚，因为从今天起，本座的规矩就是这宇宙的规矩。吉时已到，鸣钟上市。凌霄集团成功上市，开盘暴涨1万倍，全宇宙灵气指数大盘同步飙升。涨了！老夫手里的原始股翻了1万倍，老夫立地成仙了！敢为老祖，敢为资本大道！师尊，咱们现在已经垄断了全宇宙的修仙资源，上市也成功了。接下来咱们该去征服哪里？征服？格局小了。去通知财务部，准备好收购方案。明天一早，咱们去隔壁的魔法宇宙开分店。本座要让那帮骑扫帚的魔法师们知道，什么叫9年义务教育与现代资本的双重读法。魔法宇宙，骑扫帚的魔法师，弟子已经迫不及待想用3维坐标系切割他们的魔法阵了。